未来我好羡慕你啊！你能嫁给罗宾，你喝多了。”刘瑶，我不想给他继续说下去的机会。刘瑶却继续说着：“我没喝多。来来，你知道罗宾多好吗？”刘瑶离我很近，他喷过来的酒气浓烈得很。我趴在他耳边冷冽道：“他多好也是我老公，我叫未来。”我在结婚典礼上策划了一场好戏，看着我的老公和我的闺蜜越来越绿的脸，和那些亲友对他们的指指点点，我的心里痛快极了。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我和我的老公罗宾已经领了结婚证，现在筹划着婚礼的事。我本就是一个婚礼策划师，所以更想给自己一个完美的婚礼。在商量一些细节的时候，罗宾去了洗手间。叮，罗宾的手机响了，我随便瞟了一眼，这一眼让我坠入深渊。消息是我闺蜜发来的：“斌哥，你来找我好不好？我真的好想你，我答应你的。你们婚礼结束，我们就回到从前。”我的第一反应是愤怒，最信任的两个人背叛了我。从消息来看，他们很久之前就搞在了一起。是什么时候？这个时候，我的理性压制住了我的愤怒。此刻萌生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要报复他们，让他们一辈子抬不起头做人。我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不能在这个时候就撕破脸。他们值得更好的优待。因为罗宾的手机是锁屏，也能看到消息内容，我并没有打开，所以罗宾回来，我装作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罗宾，我们婚礼就用白色玫瑰吧，我喜欢白色玫瑰，我要用那白色玫瑰来埋葬我的婚礼。罗宾拿起手机，偷偷看了我一眼，应付着我：“好，就按你喜欢的安排。来，我还有事。婚礼的一切，只要你喜欢，全部按照你的策划来就行。”说完，罗宾在我的额头亲了一下，我强忍着心中的恶心，装出一副体贴的样子：“有事你就去忙吧，这里有我呢。”我知道罗宾是看到了消息，去找我的闺蜜刘瑶去了。等到罗宾走后，我也偷偷地跟了上去。他来到了刘瑶的住处，他等电梯的时候，我走楼梯躲了起来，用手机录下了他们私会的画面。刘瑶开门，直接跳到了罗宾的身上。我就知道你会来，斌哥，我好想你。刘瑶对着罗宾撒娇，罗宾语气宠溺：“我也是拿你没办法呀。”他们俩进了屋，把我隔在了门外。不用想，我也知道里面即将会发生什么。站在门外，脑子在胡思乱想。我是独自一人从农村出来打工的，我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婚礼策划助理。每天面对的人和事，不得不让我保持着理智。而罗宾却是本地人，家庭条件也很好。我一直以为我是幸运的，能在这个大城市做出些样子，还能拥有爱情。不过我现在只觉得这一切既可笑又可悲。我现在并不想回家，而是约了尹娇出来喝下午茶。我怕我一个人待久了容易失控。来，你怎么了？我怎么觉得你有些心不在焉的？尹娇看出我情绪低落，问着我。我开口解释：“没事，可能是准备婚礼太累了。”尹娇用羡慕的眼神看着我：“我们来要结婚了，真羡慕你。”我内心苦笑。其实我也挺羡慕你的，要是他知道我现在的处境，不知道还会不会是有这样的心态。羡慕我什么？我都35了，我妈天天催婚，好的看不上我，不好的我看不上。尹娇说着还叹了口气，我拍了拍她的手，以示安慰。可能过不久你就会觉得这样也挺好的。我说的过不久，就是我的婚礼过后。可能到时候他才会觉得现在的状态才是最好的。算了，我结不了婚，
但是你结婚一定要穿上我亲手设计的婚纱。尹娇也是很早就出来打拼了，她现在有着自己的婚纱店，我们也是通过工作才越来越熟悉，成为现在这样的闺中密友的。我看着尹娇那期待的眼神，不忍心拒绝她。我不想穿着她设计的婚纱去埋葬我的婚礼，我觉得那是对她的玷污，不想你那么累，所以我自己设计了婚纱。不过后期还是要麻烦你。我淡淡地道：好吧，如果结婚能穿着自己设计的婚纱，也是很浪漫的事。尹娇看我想自己设计婚纱，也没过多的再说了。我莞尔一笑，也没再提婚礼的事情。等我回到家的时候，罗宾竟然已经回来了。我一如既往地笑着开口：你忙完了？还真是快呢。他听不出我话里的意思，上来就搂着我问：你准备的怎么样了？除了白玫瑰，还喜欢什么？我不着痕迹地离开他的怀抱，没有什么灵感了。下午去和尹娇吃下午茶去了。罗宾看我情绪不太高涨，以为我是因为想不出策划烦恼的。不着急，慢慢来。婚礼只要有你就是完美的了，不要太为难自己。我勉强地笑了笑。好，你先去休息吧。我想接着去设计婚纱，我想穿着自己设计的婚纱结婚。你呀，就是事事太追求完美了，所以才这么累。那你别太晚了。我点了点头，向书房走去。其实罗宾巴不得我晚一些，他今天已经很累了，根本没有精力来应付我。我一笔一笔地勾勒着婚纱的线条，越画越觉得烦躁。接着我把笔插进画的婚纱画稿里，眼泪不争气地流了出来。我从来到这个城市开始就没因为什么事哭过，被客户为难我没哭过，被同事陷害我也没哭，被老板骂着说是猪我也没哭过。这是我来这第一次哭。我那么要强的人，竟然为了一个男人哭了，而且还只能躲起来偷偷的哭。我知道自己现在这样很不争气，可是我忍不住。我能靠的只有我自己了，可能哭是最好的发泄方式吧。当我哭到流不出眼泪的时候，我心里好像也没那么难受了。我把刚才被捅破的画纸团成球扔到了一旁的垃圾桶内，开始重新设计我的婚纱。我很认真，因为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穿婚纱了。我一定要在那天做最美的新娘。我看着设计完的婚纱图纸，有些出神。我不想回到那个房间和罗宾躺在一起，所以我直接在这睡了。第二天一早，罗宾书房来找我，看到我睡着了，桌上还放着我画好的婚纱，想上前把我抱起。我其实在他推门进来，我就已经醒了，可是不想面对他，索性就假装继续睡觉。在我感知到他想抱我的时候，我立刻假装刚刚醒来。来，我知道你是个完美主义，可是这样你身体会吃不消的。罗宾关心地看着我。我知道了。他轻轻将我拥在怀里，我心里膈应极了，又是不着痕迹地推开他。我要去把婚纱图给尹娇送去，得让他帮我赶工。罗宾看我对婚礼如此的付出和向往，此刻满眼爱意地看着我。来，我爱你，呵呵。这话真是可笑。如果我没有发现他和刘瑶的事，可能会觉得他是真的爱我。可是现在我只觉得可笑。好了，我要走了，要不然他接了别的单，肯定给我推后。我找着借口推开了罗宾，随后就去找了尹娇。尹娇看到我的到来，有些疑惑：未来你这2天有些闲啊，怎么老往我这跑？我不以为意地拿出了我设计的婚纱图，图我画好了，剩下的交给你了。尹娇一脸不可置信：不是吧，未来，你昨天可没说你画好了，你不会是通宵赶出来的吧？你就说你接不接吧。我问着尹娇。尹娇看着我关心问：接，
你的单我怎么可能不接？不过我看你脸色不太好啊。我笑了笑，没有回答。这天罗宾的父母来了，我还是以尊重长辈的心情做了一桌子饭菜。罗宾母亲饭后把新房钥匙放到桌子上，有些趾高气扬地冲我开口：“这是婚房的钥匙，总不能以后结婚了还跟你住在这出租房里吧？装修和买房的钱都是我们出的，所以写的是我儿子的名字。”罗宾父母都是本地人，自然有些看不上我这个乡下的儿媳妇。他们一开始就不同意我和罗宾在一起。没办法，罗宾就从家里搬了出来，住在了我租的房子里。我开始是觉得，不管怎样，以后和罗宾结婚了，只要我真心对他们，就一定能换来真心。妈，罗宾叫了他妈一声，示意不要再说下去了。之前也有过，因为他母亲说话过于难听，我还和罗宾因为这事争吵过。但是看罗宾那么为难，我最后选择了迁就忍让。我拉了拉他，对着罗宾母亲开口：“妈说的对，我又没有出钱，确实是没必要写我的名字。我本就有了自己的想法，房子写不写我的名字又何妨？”罗宾母亲看我那么知趣，也不再提房子的事了，便问婚礼准备的怎么样了。我也耐心地和他们解释着各个步骤。罗宾父亲在一旁听着未发一言，反而是罗宾母亲一直挑着其中的细节，我也都一一乖巧应下。我会注意的。我看你这策划里没有你家里的人啊，你父母不来吗？一直未发言的罗宾父亲问了一句。我原本是打算提前回去接我父母来的，可是现在这个情况，我不想让我父母为我担心。我爸妈是老实本分的农村人，如果他们在现场看到这个情况，我怕他们会接受不了。我笑了笑，本来是想让他们来的，我父母没出过远门，而且还晕车，我怕他们来了水土不服，就不打算折腾他们来了。罗宾父亲听了，表示理解。既然亲家来不了，那你们婚礼结束后就抽空回去看一看。罗宾母亲本想说些什么，看他那表情，我就知道肯定是不中听的话，被罗宾父亲拉了拉，最终还是没有再开口了。二老又交代了一些需要注意的事，这才回去。送走了二老，我觉得有些轻松。可能是因为之前罗宾母亲给的压力，所以我面对他的时候，总觉得自己与这个大城市格格不入。2天后，罗宾说带我去看看我们的新房，我应了。虽然以后我不会住在那里，但还是想去看一看。我下楼的时候，刘瑶来了。我看到他的那一刻，险些忍不住要去抽他，想着自己的复仇计划。我紧紧地掐着手心，让自己冷静下来。未来，刘瑶笑着和我打招呼，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我扯了扯嘴角，笑了笑：“你怎么来了？”我知道自己现在的表情不自然，但这已经是我伪装的极限了。刘瑶并没有注意，继续高兴地说：“我听罗宾说你们去婚房，我也想去参观一下。”刘瑶，你怎么来了？罗宾看到刘瑶后，眼神里闪过一丝心虚。很显然，刘瑶的到来他并不知情。刘瑶看到罗宾后，笑容更灿烂了。我这不是听说你们去看新房吗？想着去给来来做参谋，别随便拿个房子就给我们糊弄了。我心里10000个草泥马奔腾而过，但我还是淡定地说：“那就一起去吧。”刘瑶挽住了我的胳膊，一起上了车，还给了罗宾一个胜利的眼神。我假装没有看到。到了新房，我看着这环境，这装修，不得不说，罗宾父母这次确实是下了血本。虽然他们看不上我，但对他儿子那还是一如既往的尽心尽力。我看了眼刘瑶，他也仔细地打量着新房，满眼都是嫉妒。中途我去了洗手间，罗宾和刘瑶还在参观着。
等我出来的时候，二人却不在客厅了。我顺着稀稀疏疏的声音寻到了卧室。我并没有打扰他们，而是在门口一边站着，听着里面的对话。刘瑶，我不是说了吗？我们必须结束了。斌哥，我知道，可是我放不下你。我已经和来来结婚了。斌哥，最后一次好不好？让我们好好的告个别。你想怎么样？罗宾此时语气已经有些不耐烦了。我要和你在这个房间里，这样也算了我的心结了。你疯了？未来还在呢。刘瑶笑了笑，看你吓的。我说的不是今天，我挑个时间再约你。我听不下去了，又小心翼翼地回到厕所，假装刚出来。看样子罗宾是想和刘瑶分手，但刘瑶不同意，而且他想在我的新房和罗宾做见不得人的事，这不是存心想要恶心我。我们离开后，我谎称东西落在了婚房，让罗宾送刘瑶回去。可能他们俩还有话要说，就没有多问。钥匙给我之后，就把我放在了路边。罗宾关心地说了一句：“路上小心。”我此时已经有了计划，既然刘瑶想恶心我，那我就让她如愿。我去买了摄像头，藏在了客厅和卧室。摄像头是连接我的手机，而且很是高清，看着还算隐蔽，我才满意的离开了。我回去的时候，刘瑶已经离开了，罗宾自己在家，还给我留了饭。看我回来，他把饭拿去热了热。他一直都是一个很体贴的人，只不过不是只对我一人体贴，要不然也不会惹上刘瑶。晚上睡觉的时候，罗宾想和我亲近，被我用理由搪塞过去了。跟他做，那岂不是恶心他妈给恶心开门，恶心到家了。那天我的婚纱礼服出来了，罗宾说要和我一起去试婚纱。他说他要第一个看我穿婚纱的样子。呵呵。到了尹娇的店里，我看着那件洁白无瑕的婚纱，有一瞬间的失神。这本是送去幸福的婚纱，现在却是用来埋葬爱情的坟土，真是讽刺。我去了试衣间，试了婚纱。天哪，来来，你太美了，等下出去一定能闪瞎罗宾的眼。尹娇毫不吝啬地夸赞着我，我轻轻笑了笑，哪有那么夸张？婚纱是每个女生的梦想，当然也是我的。试问有几个人会对穿着最美的婚纱和最爱的人步入婚姻的殿堂这件事不向往？我从试衣间出去，看到罗宾正在接电话，看到我出来后，急急忙忙地挂断了。来来，你太美了，他迎上来夸赞着，可我明显看出了他的心不在焉。我知道他这个反应肯定是刘瑶又找他了。我假装很贤惠地替他找着借口问他，怎么了？公司有事吗？是有些事，不过陪你最重要。罗宾表情有些不自然地说着，我自然是要给他们机会的，表示理解。有事你就去吧，有尹娇陪着我呢。罗宾如释重负，上前抱着我，来来，你真好，结婚后我一定会好好对你的。可能罗宾确实是想这次和刘瑶彻底的分了，不过我了解刘瑶，她看上的东西怎么可能轻易放手？这次只不过是一个借口，哪怕以后我们结婚了，只要我不知情，她肯定还是会继续和罗宾纠缠不清。所以俗话说，出轨只有一次和无数次。罗宾走后，婚纱店里来了一对看婚纱的情侣。那女生很羡慕我的婚纱，毫不吝啬她的夸奖：“你的婚纱好漂亮啊，你也好漂亮啊，太幸福了吧！”我冲她笑了笑，并没有言语。女生的男朋友揉着她的脑袋，自信地说：“和我一起，你会更幸福的。”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微微愣神。一身洁白婚纱把我笼罩在别人看到的幸福里，可事实只有我自己知道。我自嘲地笑了一下，走到试衣间换下了婚纱。尹娇，可惜，未来你怎么换下了？
我还说给你拍点照片呢。我莞尔一笑，没什么可拍的。我怎么觉得你最近有些不一样了？你之前对婚礼可是特别的起劲的呀。他看出我情绪不佳，不过我不打算告诉他我的计划，应该是最近太累了。我确实是有些累，但不是因为婚礼策划，而是被这对狗男女给恶心的。我和尹娇道别后就回了家。这个时间，罗宾应该和刘瑶差不多也到了。果然，我打开手机监控，就看见了我预想的画面。新房门打开，罗宾带着刘瑶进了我们的婚房。罗宾貌似有些犹豫，可最终还是在刘瑶的投怀送抱下妥协了。我看着他们在我婚房的床上翻云覆雨，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内心也毫无波动。我把视频拷贝下来，一切准备就绪，就只差我的婚礼了。罗宾今天很晚才回来，我不知道他和刘瑶接下来又发生了什么。他看起来有些疲惫，我假装关心地问他：“工作很累吗？”“有点难搞，不过现在已经结束了。”罗宾话里有话，如果不知道他和刘瑶的事情，我可能真的会以为只是工作难搞。可能是他以为自己摆平了刘瑶，所以才会说事情已经结束了。我在心里冷笑着，罗宾还真是小看了那个贱女人。晚上罗宾拥着我入睡，我也没有刻意躲避，可能是因为彻底死心了，所以也懒得在乎了。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就到了我们举行婚礼的前3天。因为有习俗说婚礼前3天是不能见面的，所以罗宾回了父母家里。我也被几个朋友拉着去参加了单身派对，说是婚礼前最后的狂欢。来，恭喜你步入婚姻的殿堂。刘瑶、尹娇、范丽丽共同举杯祝贺我。我今晚喝得很多，但却一直没醉。原来有时候连酒精都没法麻痹自己。刘瑶端着酒晃晃悠悠地走了过来，眼睛也有些迷离了。她在我身边坐下：“未来我好羡慕你啊，你能嫁给罗宾。”你喝多了，刘瑶。我不想给他继续说下去的机会。刘瑶却继续说着：“我没喝多。来，你知道罗宾多好吗？他又温柔又体贴，长得还帅，家世也好。”刘瑶离我很近，他喷过来的酒气浓烈得很。我趴在他耳边冷冽开口：“他多好也是我老公。”刘瑶听后身子微微一颤，好像瞬间清醒了不少，看着我还有些愣神。我冲他笑了笑，跟什么也没发生一样。他好像以为自己听错了，愣了会儿后又和我碰了一杯。随后便去抢过范丽丽手中的话筒，开始唱起了歌。可能是因为我酒量太好了，他们都趴下了，唯独我还没事。我有些头疼的看着东倒西歪的3人，我叫了车把他们送了回去。说实话，我并不想送刘瑶，但我还有良知，把醉得不省人事的他扔在这，不是明摆着让别人捡的吗？回到家的我已经累得虚脱了，躺在床上后酒劲才慢慢的上来。我感觉胃里翻江倒海的，冲到厕所吐了半天。等吐完后，我看着镜子中自己这个惨样，我不禁笑了出来。这还是我吗？以前那个意气风发的小姑娘去哪里了呢？我打开淋浴，坐在地上，像电视里的非主流一样，试图用水掩盖我的泪。就这样哭了2个小时，我收拾好自己，又跟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终于到了我婚礼这天，我把一切安排妥当，穿着我自己设计的洁白婚纱，和罗宾站在典礼门口，等着主持人邀请上台。我在和罗宾见面的时候，就发现了他胸花上的一根长头发，那头发微卷棕色的。我一眼就看出了那是刘瑶的头发，看来刚才他们2人又纠缠在一起了。我也更加认定我接下来的做法了。主持人正在台上慷慨激昂地讲着祝贺词，让我们拭目以待。
准备好所有的掌声，有请我们的新郎新娘入场。音乐响起，大门打开，罗宾拉着我的手走在铺满鲜花的路上。婚礼现场周围用白色玫瑰包围了起来，中间还夹杂着粉色玫瑰。这个婚礼我真的很满意。白色玫瑰代表纯洁真挚的爱，用它来见证我那3年的笑话，还真是再合适不过。经过好半天的流程，终于等到了要交换戒指的环节。在交换戒指之前，我们新娘子准备了一段视频送给我们的新郎。在我没打开之前，我都已经被感动了。主持人声情并茂地说着，我是特意把视频环节放到了最后。既然我的婚礼那流程当然要感受完，不然岂不是白白浪费了我的策划？一切流程都走完了，我面无表情地看着主持人打开了身后的大荧幕，一段超高清画质的视频就这样被放了出来。他们2人从拥抱到缠绵，全都展现在大庭广众之下。在场众人无不大惊失色，小声地在嘀咕什么。主持人也吓到了，一时忘记了反应。罗宾也是满脸的不可置信，眼神充满着惊恐和不安。还是站在台旁的刘瑶率先反应了过来，冲上台用身体挡住视频，大喊：关掉，快点关掉！主持人这才反应过来，把视频关掉了。可是那又有什么用呢？大家该看的都看了。台下有一个眼尖的认出了刘瑶，就是视频中的女主人，指着刘瑶，就是她，那个女人就是她。众人也都反应了过来，台下女人们你一嘴我一嘴的开始谴责着刘瑶。女人们最恶心的就是这种小三，所以口下也没留情，说出来的话也甚是难听。我看着这闹哄哄的一切，面色淡然，仿佛这一切都和我没什么关系。罗宾看向我，心虚又不安地问我：来来，你早就知道了吗？我看着他讥笑，怎么样，送你们的礼物喜欢吗？以后你们就能光明正大的在一起了。来来，你听我解释。罗宾上前拉着我的手，被我一把甩开，别用你的脏手碰我，真恶心。这次他倒是听话，说不碰我就不碰我。要是他从一开始就有这种觉悟多好，现在一切都已经晚了。他不停地向我道歉着，但我除了恶心就是恶心了。原来当不爱一个人的时候，他身上的滤镜就会消失，看不到他的一点点好。我娘家没有来人，在场的都是罗宾的亲朋好友，我就这么孤零零地站在台上，显得弱小又无助。尹娇、范丽丽上台了，他们站在我的身旁，牵着我的手。这一刻，他们就是我坚强的后盾。我的心里一暖，庆幸自己还有他们。此时的刘瑶在众人的指责下已经瘫倒在地，我并没有理会他。罗宾的母亲气急败坏，冲上台来质问我：这都是你一手策划的好婚礼，你自己一个人丢脸不行，还连带着我们家的脸都被你丢尽了。他不认为是他儿子的行为让他丢脸，反而觉得是因为我拆穿了他们才让他们下不来台面，还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他说完还想要和我动手，罗宾拦住了他，可我却不客气，一巴掌甩在了罗宾脸上。罗宾，一个巴掌换不来我的3年。说完我就拉着尹娇和范丽丽走了。走的时候我还听到罗宾母亲在身后叫嚣骂着：你个小贱蹄子，敢打我儿子，你给我回来看我不扒你一层皮。我无视着身后发生的一切，就这样潇洒地走出了婚礼现场。是尹娇把我送回的家，我这一路都沉默着，就跟个哑巴一样。尹娇很关心我，不停地拍着我的后背，揉着我的手：来来，你还好吗？我很木讷地摇摇头，没事。其实我已经在做了很多的心理准备了，
可真的到了那一刻，我还是止不住的委屈。不过我没哭，因为不值得。我语气平淡：我要和罗宾离婚，你想好了吗？尹娇满眼心疼地看着我。在我知情的那天，我就已经决定好了，那也不能便宜了罗宾那个王八蛋，欠我的一个子儿也不能少。我听着尹娇的话，心里有一丝的悲哀。我的3年最终是要这样结束的。我请了律师，给罗宾发了离婚协议。我并不想再和他有任何交集，因为我手里有罗宾出轨的证据，所以很快就被准予离婚了。我和罗宾最后一次见面是去领离婚证的那天，他站在民政局台阶上，一脸歉意地问我：“你还好吗？”我只是应了一声，并不想和他多说。他看我态度这么坚决，也就没再跟我搭话。领完离婚证，我就先出去了。罗宾在我身后叫住了我：“来，对不起，我没想到我们之间会是这样的结局。对不起，我已经不想听了。事已至此，已经不可挽回。”我头也没回地离开了。他还有些良心，事后托尹娇给我6万块的分手费，说是补偿对我的亏欠。我收了，毕竟谁能跟钱过不去呢？钱可是最忠实的伴侣。我去了另一座我喜欢的城市，开启了我的新生活。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吐槽的，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